重庆出了震惊中外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，习近平会怎么处置市委书记袁家军呢？这位军工少帅之一副总理的梦想破灭了吗？在这关键的21大卡位战当中，军工系会不会被同僚斩尽杀绝？老习会不会护他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23号。今天呢，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的一个特别重大安全事故，这背后实际是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抓手。根据官方的通报啊，已经整整6天过去了，这个数字终于出来了。但是啊，他含着说的，目前彭水的悬崖倒塌砸死的是11个人，另外有50人失联。但是官方说的很清楚，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，已经没有迹象了。这个失联呢，也相当于砸死了，也就是伤亡数量达到了至少61个。这还是公开通报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内部规定的30人以下叫重大事故，超过30啊叫特别重大事故，要有省级的人要出来背锅。大家知道啊，明年就21大了，作为市委书记的袁家军，军工少帅之一，他和马兴瑞啊都是一支的，就等着接下来要么入常，不入常也得有一个副总理当当吧。但目前啊悬了，至少说其他的西北帮、清华帮还有这个福建帮啊，都要拿这件事做文章了。党内的规矩还遵不遵守？超过30人了吗？你作为市委书记是不是要承担责任？那你干脆去人大政协算了，甚至是说干脆就退休了。所以说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老习的一句话就决定这件事儿可大可小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了一下官方通报，这里面有一个玄机，决定老习啊有可能会保他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他对外发出的不叫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而是叫做什么？特别重大自然地质灾害。你看这事儿啊是老天爷的，不是他治理的问题，责任小多了吧？那这里边啊就涉及到谁来定性的问题。根据官方的通报，这次领衔的呀已经不是你重庆人自己查了，这里有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土资源部啊一起来做这个调查。最终如果说这事儿确实推给老天爷了，袁家军啊大概率还是能当上这副总理的，就怕有人在里面呢踹锅给你惹祸。那死的到底是不是61人呢？是不是有人更多？或者说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在你袁家军在任期间出现的，有很多的征兆，你没有及时转移，没有及时处置啊，这不是天灾，这就是责任事故。所以这事儿啊我们持续观察。第二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件事儿，它实际上是中国民众的一个缩影。死的这61个人，或者说更多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和人生实际上是被中共的制度啊已经锁死了，他们很难改变，也很难突破。这话啊我给你掰开揉碎了说。首先啊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安全事故，这背后是一套中共一本万利的生意，这背后是一个魔鬼的契约，而最终送命的就是住在当地的人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历史的资料，这个地方在解放以前，甚至是说在这个80年代以前，一直属于山地荒地，它上面就是高高的悬崖，根本就不适合盖房子。你想满清没干过，解放前中华民国政府没干过，以前的也没干过，你为啥要盖房呢？这就涉及了一条中共敛财啊，向谁敛财？向老百姓敛财，用什么？一本万利，卖土地，卖地皮。这地方确实啊不适合盖房，上面就是悬崖，但是啊你把它平吧平吧，你就可以招拍挂把这土地卖了。在这儿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很多人以为倒塌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偏远农村，不值得啊，当地人为什么在那儿盖房子？错了，这个地方
是当地彭水县的县城所在地，它是一个街道下边的镇，它根本不是农村啊，是繁华的县城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当地强行改变了它的土地性质，发放了房产证和建房许可证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那是他收的第一笔钱，卖地皮。卖完地皮以后，人们过去住了，是不是要水电煤气都是国有吧？那人家月月收钱，年年收钱。另外，你在那儿买了房子，要有消费，大量的盖了商铺，他月月收税。你看，最终啊，这是魔鬼的契约，总有一天的悬崖会掉下来的。那第二，我们来分析一下悬崖为什么掉下来。因为这个悬崖啊，它前几天下了大量的雨，已经把这个山体充满了雨水，重量增加了。雨停了以后，又迎来的暴晒，岩石啊，在有水的情况下，强烈的膨胀，咵嚓就下来了，下来的将近2万立方米，整个把下边半个镇子砸了。应该说几栋楼啊，全砸进去了。有人就问了，这都整整6天了，为什么没有赶紧把这人扒起来呀？11个人死了，那50个失联，也许还有活口呢。黄金的3天呢，72小时，为啥不干？很简单啊，他先砸下来的是小石头，其中有一枚超大的石头呢，是达到了5000立方米，就像2栋楼那样，咔嚓压在上边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以目前中共的技术，大型设备根本上不了山，只能上中型的车子，那些中型的设备根本就砸不动这2栋楼大的这块石头。唯一能做的只剩下最后一招了。官方说的很清楚，接下来只能用多轮的定向爆破，才能把这个2栋楼的大石头给它炸了。炸一次还不行，可能要炸好几次。你只有把最上面的石头炸完了，才能把下面的50人给你扒出来。这事啊，可能要连续好几个月。你看看这个问题有多严重。所以说啊，中国老百姓某种程度上也是住在这种危楼、危房和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之一。它也代表着什么呢？中共已经把这个事儿锁死了，它并不告诉你这个地方面临重大的灾害，你只要花钱买了他的地，买了他的房，你每月产生的税收他收税，他并不管你死了怎么样。真正这些人死了，也仅仅是一串数字而已。那是否影响当地的省长、省委书记升迁，也不在于这些民众的呼喊和呼吁，而是一把手的一纸命令和他的想法。如果说要为军工系啊保留一枝儿，那也许袁家军就继续留任，甚至是升到副总理。这件事啊，只是他的老天爷的要来背锅了。好吧，这是我个人的观点。如果您有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探讨。明天见吧。